我已经做到要求的这些了，为什么不让我更换身份呢？没有道理啊！刚才工作人员说你已经满了呀，你早就满了啊，你早就可以转换身份。我想说，我算错了吗？还是说就真的很靠腰啊？网友们的疑问。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说：“薇薇，你怎么不拿台湾身份？和台湾人结婚根本就不现实。”这可是日本定制的太阳能风扇啊！这个就是太阳能板，它用处可多了。现在大热天嘛，难免都会遇到停电的问题。这个时候，它就是全家的宝贝。续航24小时，停电也能吹得清凉愉快。它也是行动电源蓄电池。这边已经充上了，在日本销量特别好，都在热卖。还有赠品哦，2选其一。开灯，是不是很神奇？它这个风扇也是露营风格啊，声音很小。现在我们呢限时团购哦。那个购买的链接呢，在我们本影片的置顶留言，还有我们的简介当中，或者是点击右上角都可以找到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赶快去下手。这个证件对于大陆配偶来说，那是真的很重要啊。I could be red, or I could be yellow, be blue, or I could be purple, be green or pink or black or white. I could be every color you like. 又要来了，还有爸爸和妈妈。耶！ Hello， 又见面了，我是大陆配偶优妈，今天来内政部移民署。现在要填写这个单子，好开心，我要升级啦！今天来办证。刚才工作人员说你已经满了呀，你早就满了啊，你早就可以转换身份。我想讲，我算错了吗？还是说我们大陆的这个条件有改啊，有更新啊？结果算了半天，工作人员说哦，看错人了，空欢喜一场。我还有1年的时间才能改成长期居留，长期居留再连续在台湾居住2年，有这个资格才能转换成台湾的身份。几天之后呢，我顺利的拿到了我的新的证件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？ 我在等你啊。这个证件对于大陆配偶来说，那是真的很重要啊，相当于台湾人的身份证吧。我又晋级了，离我成为台湾人的那一天又近了一步。什么叫做美梦？对不起。你知道什么叫垃圾油吗？不知道，垃圾油是什么？就是收音机。就学这种词，就是要在台南才能学到，对不对？令狗是什么？令狗就是苹果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公婆说过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有天分，一定很香。哎呀妈！先回答网友们的疑问。有很多台湾的网友说：“薇薇，你怎么不拿台湾身份？”我正在努力，只不过时间真的是太久了。说到大陆配偶嘛，其实一直都有网友针对这个问题很有争议性。我一直没有太讲，但是呢，这些留言我也都留下来了，都在我的手机里面保存着呢。第一个朋友说：“我以前一直不知道陆配是什么意思，以为是台湾人歧视从大陆嫁过来的台湾女人。从字面解释，以为是大陆去台湾的配种的女人，所以叫陆配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台湾人习惯性的称谓，并没有特别的含义。但也说不定，又是一年高温的夏天。1、2、3，野外郊游。啊，没关系，因为它这个有防摔，加的厚的这个垫子。这可是日本定制的太阳能风扇啊，它用处可多了，而且飘轻的，也可以这样拎着。就我们平常就用这个袋子装着。博森太阳能行动电源风扇，独创折叠式，续航24小时，停电也能吹得清凉愉快。电源是触控式的按钮，风量多达5级，含间断自然风呢。怎么样？
其实它可不是单单风扇这么简单。我们这个太阳能风扇呢，还可以当充电宝，它这里面有这个插口，而且是2个哦。是的，它也是行动电源蓄电池。这边已经充上了，这个就是太阳能板嘛，看出来吗？独立安装的，这个就真的是超强野外版了。哎，那这个风扇是不是我们停电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当做多用途的使用啊？停电的时候，所有的动不能动，对不对？那么热，这个就可以当风扇。它就是风扇呀。或许就是说，当停电的时候，它可以应急充手机。它可是家庭停电应急神器，有2种充电方式，另附 USB Type-C 充电线。这款太阳能风扇呢，在日本销量特别好，都在热卖。但是日本呢，卖这款太阳能风扇，它没有附那个充电头。可是参加悠悠来了团购的朋友们，它是内附充电头的哦，一个充电头也是值200-300哎。真的是太方便啦！它可以任意的调整角度，折叠好收纳。日本研发，台湾合作上市。买我们的这个太阳能电风扇呢，还有赠品哦，2选其一，都是我们觉得哇超级好用的，单买我都会愿意。这个呢，也可以直接连接我们太阳能的这个风扇 USB， 按一点，按一点。按一点，它按了，按一点，开灯，是不是很神奇？这个灯其实也真的很好用，就可以当小夜灯。它这个风扇也是露营风格啊，声音很小，真的很小，基本上是静音的一个状态。如果平常你工作啊、办公室啊，很适合使用它，不会打扰到其他的人。赠品都能做的这么高质量。我们的赠品2选其一，是不是也很心动啊？你看好哪个赠品了？快下手！现在大热天嘛，难免都会遇到停电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它就是全家的宝贝，有了它，停电也不怕，带我们应急。现在我们呢限时团购哦，那个购买的链接呢，在我们本影片的置顶留言，还有我们的简介当中，或者是点击右上角都可以找到。有需要的朋友们，赶快去下手。刚刚发明这个词的时候，的确有看不起大陆的意思，毕竟那会儿大陆穷嘛，就以为大陆区的女人是为了钱，为了物质，可能到后来真的就习惯性称谓了。比如说给一个同学绰号叫猪，开始取名的人肯定是嘲笑他傻或胖，但时间久了，后面的人再叫他猪，估计也就没有傻或胖的意思了，纯粹是一种习惯性称谓啦。所以我想问，日本女人嫁到台湾是不是叫日配？美国女人嫁到台湾是不是叫美配？英国女人嫁到台湾叫英配？还是只针对大陆嫁过去台湾的女人单独称呼？或是像越南这样穷到家，嫁到台湾去的女人也有这样特别的称谓？希望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。之前有遭遇过那个网络事件嘛，后来就被一个大陆的一个女性疯狂的辱骂在网络上，我也是很鼓起勇气，我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骂我呀？他说你为什么要自称自己是陆配？你是大陆过去配种的吗？我当时其实真的很诧异，而且我真的流泪了，我就是有一种情绪在，不知道为什么女人要把自己就是能够联想到配种这个词。其实配偶这个词在大陆也是挺常见的，叫做外省配偶嘛。外省配偶。然后呢，刚才说的那个留言，我们其实就在当下就给他做出了解释，他也给我们回应，他说悠悠来了，谢谢你的解释，也跟您讲真的，我问这个问题带有不爽的意思在里面，我问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不好，其实我大概知道配偶的意思，我为自己不太善意的提问说句抱歉，不爽两岸的关系，然后把不爽添加在这里面一点点的因素，会吧？是啊。还有一个人他是这样说的，据说陆配的别名叫大陆妹，在当地和一种蔬菜同名，的确很便宜啊。把所有的一些词，包括两岸的差异汇合在一起，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。我之前还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大陆的女孩和台湾的男人结婚，然后在台湾居住。
他在高雄，然后他住的是那种电梯公寓嘛，他们就会有那个安保人员那个大爷就有一次跟他说大陆妹，啊大陆妹你来，你有包裹，就这样说，他很生气，他说我没有名字嘛，你可以叫我业主，我也是这里的业主之一，你为什么叫我大陆妹？后来因为这个事情，他真的是去那个就投诉他。哎，对对对，投诉他。然后后来这个人就没有再这样对待他了，这个的确不是很礼貌。和蔬菜同名，确实很便宜啊，所以这个人我可以理解说，其实也不是很善意。你如果要恶意去联想所有的事情，他都能够恶意的。对，首先是你的念想是不是恶的？如果你的起念就是恶的，我再怎么给你解释，你都不想相信。而且不同的语言本来就对另外一种人都有各种不好的称呼嘛。你知道台湾有一种称呼啊，对小三的称呼啊，叫什么呢？台湾对小三的称呼，小三啊，不是破鞋，不是我们东北叫破鞋，搞破鞋。台湾的叫小三叫做 holo 嘛，就客家人 holo 嘛，闽南女人。为什么？那不是然后贬义了闽南女人吗？就是现在讲台语的这群人呢，说那个男性的第三者叫什么？叫偷 K 娘。偷 K 娘就是讨克兄，客家人的。这不是贬低客家人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个词，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四川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嘛，他们会有一个骂人的词，叫做日本人。日本人了，今天生意都缺没得哈。这批语下的日本人两个样，对不对嘛？搓黑把黑的。其实这种地域性的歧视，对吧？它是都存在着的。如果把所有的都往这边引的话。又有一个留言是这样说的：和台湾人结婚根本就不现实，且不说异性恋中的大陆配偶，所谓的陆配过得有多卑微，台湾的法律会禁止大陆人前几年找工作，这个绝对不会啊！我从拿到了移情居留证开始，上面就会有小红字写着我具有这个工作的权利在台湾，而且整个社会氛围都不会接纳大陆人，还会变相软禁。好，变相软禁，这个就是说拘留吗？把你关起来，我们一般叫做移民监牢啊，对对对，移民监，对，也不监牢能吃芒果冰吗？好奇透过中国的百度搜索了一下移民监，出来这么多的关键词，移民监加拿大、美国、新加坡，原来这个地球真的是太危险了，太多软禁的地方了。要么是傻，要么是坏。傻到不懂什么叫移民监，什么叫做拘留，什么叫软禁，或者是很坏，故意要把软禁这个词用在这种身上。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坏吧，应该就说不了解吧，因为大多数如果说是身边的朋友也没有这种经历，家里人也没有这种经历的话，应该就不会了解到还有这些程序吧。如果最后不能定居台湾的话，我觉得这一切折腾都是不值得的。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，如果这一切的折腾最后可以定居到台湾，那他也愿意折腾折腾呢？我已经做到要求的这些了，为什么不让我更换身份呢？没有道理。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？问题问得很有中国特色。他理解的问题就是，如果到最后不能定居台湾，一切都不值得，对吧？对。他的定居的意思就是取得身份，或者是并且拥有这个相关的权利嘛。对。那事实上，你从拿到移情居留，你就已经享有所有权利了呀。除了不能选举，你什么权利都有。也不能说所有权利吧，基本上，对吧？国民福利吧，我都是享有的。就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，医疗啊，就这一点我真的是受惠太大了。到底是不是在折腾？最后能不能拿到台湾身份？请您拭目以待吧。好，下一个留言，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陆配这个词是不是潜意识中就看不起大陆人？仅个人感觉表达，我想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感受的。他问这个问题，应该是首先他对台湾就有一种潜意识，台湾人瞧不起大陆人。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在我学生时代，我没有瞧不起任何一个人，
但是总会有某一些同学觉得我瞧不起他，然后就会恶意的去评论我。我明明和他好像没有说过什么话，然后跟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纠纷啊、纠葛，为什么会这样想我？那可能就是我这个人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起初他看到我，他就觉得我是那种会瞧不起他的人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在他眼里都是一根钉子。就台湾经常在街头互相冲突的一句话，就是3个字，叫看三小。就是东北人瞅啥？你瞅啥？对，瞅你咋的？我抡你啊！2个人就干起来。那为什么这句话会引起人家互相的冲突？你不觉得背后就是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这地球很大，人很渺小。你再换句话说，地球很小，人就像尘埃一样，没有啥谁瞧不起谁的。在我和优爸的生命当中，的确出现了很多这种人。对，我们啥也没做，然后却无名的很多人把我们当成敌人，就真的很靠腰啊。概括总结性的留言一定要留到最后。陆配是贬义词。总结性发言，领导派。你这个孔雀生不生气？不生气啊。对呀。但其实孔雀很臭啊，我印象中孔雀就是很臭的一种生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在骂你，那你不会生气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知道孔雀很臭。对，那我如果说你是猪，那在我印象中，猪应该是动物界中最聪明的动物之一了。所以我在夸你，那都是我自己的定义嘛。对，那就跟陆配一样，他就定义了，陆配就是骂人的，所以只要任何看到这个字，他就是骂人。对，他就自己在定义嘛。他要强迫你也接受，所有人都接受，好可怜哦。终于回复了某些网民的留言，那下一集呢，就跟大家聊一聊我对于大陆配偶经过6年的时间才能转换台湾身份的看法吧。毕竟有些人也是挺为我们打抱不平的。在悠悠来了频道首页的右上方呢，点击加入就会进入加入会员相关页面，可以选择悠游粉、优爱粉或是优福粉。选择好之后呢，点击蓝色加入键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付款页面，填写信用卡的安全码，打勾套用至所有装置上，点击右下角结账，完成。这时候出现页面，欢迎你加入悠悠来了频道会员，直播室等你哦。我是优妈，我是悠悠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方留言哦。对。